得一见宋三岁喜笑颜开的收熊。以前因为姐妹俩不听话，宋三岁都是垮着脸，笑得都不起来。而今天宋三岁收熊的心情就很快乐。今天下班点到了，姐妹俩此时都在树上，都没有想下来的想法。这时眼看天也不早了，宋三岁这时来到园区，打算跟姐妹俩谈谈从小树上下来的条件。宋三岁原本想用老办法，拿着小苹果给姐妹俩放在嘴边闻一闻，但不给姐妹俩，依靠着小苹果的诱惑力，让姐妹俩顺从。给姐妹俩闻过小苹果后，宋三岁便坐在了小亭子上，打算守株待兔了。瑞宝和辉宝在树上思考着，商量着，犹豫着到底要不要下去。而树下的宋三岁此时腿都快要拍红了。宋三岁眼看姐妹俩在树上迟迟没有动静，宋三岁再次起身，又让姐妹俩回忆了一下小苹果的气味，完事儿继续坐着等。这时姐妹俩已经在树上按耐不住了，争先恐后的想要从树上爬下去。姐妹俩在树上互相挤来挤去，瑞宝率先从中挤了出来。宋三岁见状，赶紧从小亭子上下来，来到了离通道门更近一点的小车上。瑞宝一路小跑来到宋三岁身前，宋三岁这儿也不扫兴，赶忙将小苹果放入瑞宝嘴中。宋三岁给瑞宝调整好位置，自己站在后排，跟瑞宝讲自己准备好了，瑞宝可以发车了。而这时辉宝在树上没有动静，更像是睡着了。宋三岁面对辉宝也是束手无策了。宋三岁打开门，先让瑞宝自己走了回去。这时爱宝也在室外园区玩够了，走回了室内园区。原本宋三岁想着爱宝能帮忙呼喊一下辉宝，而爱宝来到室内园区后，先是坐在小椅子上休息了一下，休息好后便也回家了。不过走时爱宝回头看了一下辉宝，可能爱宝此时在偷笑，心想今天奶爸又有的受了。辉宝就这样在树上目送了妹妹和妈妈的离开。而宋三岁第3次来到园区，宋三岁也不挣扎了，将自己之前准备的小苹果直接投喂给了辉宝，然后坐在了姐妹俩经常用来产青团的草丛里，等待着辉宝下来。不过此时辉宝并不孤单，因为隔壁的乐宝也还没回去，正在木架上陪着辉宝。看到江爷爷这36年来丰富的饲养员生活，我才明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工龄就只是单纯的一个数字。江爷爷曾在节目里说过，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农场主，在自己的农场里面骑马放羊，机缘巧合下当了饲养员。当然江爷爷没出名之前，人们对于动物饲养员这个工作并没有特别的待见。江爷爷表示，当时自己年轻时负责打扫园区卫生，而这时有游客拿江爷爷给孩子做起了教导，对自己的孩子讲道，如果不好好学习，就会像这个打扫卫生的饲养员一样。当时江爷爷听了心里落差很大，虽然有些伤心，但是江爷爷表示，对于照顾动物这个工作自己是喜欢的，所以对于别人怎么说自己都无所谓的。从给园区打扫卫生到慢慢成为一名普通饲养员。而在当动物饲养员期间，江爷爷不仅照顾过大熊猫、动物园里的猴子、老虎、豹子等许多种动物，江爷爷都参与过照顾。除此之外，江爷爷还担任过引导员的工作，陪小朋友们喂食动物。想必江爷爷哄福宝的能力，就是因为之前经常照顾小朋友所锻炼来的吧。当时工作经历让江爷爷练就了一副好夹子音。江爷爷用夹子音跟小朋友交谈，小朋友一听一个不吱声，都老老实实的乖巧又听话，直接给游客们的情绪值拉满，出来玩都不用自己带孩子了。而在此工作期间，江爷爷还曾接待过当时韩国的顶流明星，江爷爷也算是老综艺人了。就是因为对工作的热爱，江爷爷在爱宝乐园一干就是30几年。或许园区在给江爷爷做工作调换时，江爷爷也都和当时被派去照顾大熊猫一样，先是拒绝，然后又变成了后来的真香，嘴上说着不想去，但却又用最饱满的情绪照顾新的动物朋友。虽然每次被调去照顾新动物的那一刻，心里对老朋友们的感情总是不舍的，但随着跟新朋友的慢慢熟悉，就又会对其产生感情。当时对于刚认识爱宝和乐宝时，想必江爷爷也是这样。而就是因为江爷爷的这种对动物们一直都是这种情感饱满的工作态度，所以在机会来临时伸手就给抓住了。而在照顾福宝期间，江爷爷优秀的工作表现不仅宝家的粉丝们看在眼里，江爷爷还不止一次的获得我国外交大使的赞扬和感谢。在照顾福宝一家不只是有江爷爷、宋爷爷、盛熙阿姨，原来在镜头背后他们有一整个秩序化团队。宋爷爷今天在日记中分享了宝家团队的合照，只不过江爷爷今天休班不在，而这周宋爷爷还在日记中分享了姐妹俩的美照。宋爷爷看着瑞宝的模样，表示瑞宝的鼻子和耳朵像妈妈，眼睛像爸爸，而这调皮的样子，宋爷爷表示这让自己想起了福宝。而辉宝则是鼻子和耳朵看起来像乐宝，
对于眼睛，宋爷爷表示，如果仔细看的话，辉宝和爱宝的眼瞳周围的白点看起来一模一样。另外，宋爷爷表示，爱宝这周拥有着充足的闲暇时光，因为姐妹俩现在完全可以彼此陪伴，所以爱宝的自由时间变多了。不过有时姐妹俩实在太烦，爷爷们便将通道门打开，让爱宝来通道里休息一会儿，因为通道口的过堂风很凉爽，爱宝趴在通道门口就睡着了。而宋爷爷则在鼓励着爱宝，表示爱宝这样已经做得很棒了。另外这周，宋爷爷还在草丛里发现了瑞宝和辉宝的亲团，由于画面过于美丽，给姨姨们放在评论区了，姨姨们选择性观看。而宋爷爷则拿棉花糖来打比喻，表示这个样子有点像被微波炉融化的棉花糖一样。而宋爷爷休息了2天后，今天以最饱满的情绪重新回到了园区。宋爷爷上班后，江爷爷又休息了，接下来2个爷爷可以正常轮流值班了，这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减少2个爷爷的压力。瑞宝看爷爷站在一旁，主动走上前，不过瑞宝没有去黏着爷爷，而是躺在了独木桥上，侧着脑袋看着爷爷，这小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瑞宝这小心思，感觉以后欲擒故纵的手段会比福宝姐姐还要厉害。一会儿，不堪无聊的辉宝凑到了姐姐身边，辉宝丝毫不在意姐姐的感受，一屁股就坐在了姐姐脸上。姐妹俩的性格简直是云泥之别，瑞宝沉稳的不像是一个还未满1岁的小熊。辉宝坐在瑞宝脸上后，瑞宝没有责怪妹妹，而是选择了把地方让给辉宝。宋爷爷看着姐妹俩这样子，嬉笑广大。而这时也到了下班点，宋爷爷给姐妹俩分批次抱回家，并跟姨姨们示意今天的营业到此为止了。看着瑞宝在爷爷怀里这奶乎乎的样子，谁能想到几千年前他曾是征战沙场的灵骑石铁手，这奶乎乎的样子让人看了都想人手一只。宋爷爷将瑞宝搂在怀里的模样尽显治愈感，在这温暖治愈的氛围下，何谈悲伤和难过？说此时的瑞宝是个布娃娃也不为过，这还是源于宝家的基因强大。可以说，从最开始爱宝和乐宝的小时候，宝家成员就开始轮流治愈这2个爷爷和韩国的粉丝们，而且因为他们每只熊的发光点还大不相同，所以粉丝们也不会感觉到审美疲劳。在江爷爷到中国接乐宝和爱宝去韩国时，此时治愈着江爷爷的是乐宝。乐宝的出现让江爷爷觉得大熊猫并不是那般不好接触，反而能给人一种很亲近的感觉。乐宝的自来熟一整个俘获了江爷爷的芳心。而将乐宝和爱宝接回国后，此时爱宝又开始治愈爷爷。江爷爷曾在节目中说过，爱宝的性格就像是一个女中豪杰，一旦和她建立了情感联系，那她永远都会信任你。再到福宝的出生，福宝平时虽然调皮不懂事儿，但是福宝每次到了关键时候，总能给人一种自己家的孩子长大了的感觉。当福宝独立时，以后爷爷们就不能随意去到福宝的房间陪福宝玩耍了，甚至在园区接触福宝的次数也要尽量减少到0。而这时被安慰的反而不是福宝，而是爷爷。福宝将手搭在爷爷肩上，让爷爷不用担心自己，表示自己已经长大了。再到福宝回国时，不管是从早上的出发，还是中途在飞机上，福宝的状态始终都像是在安慰爷爷，让爷爷不用担心和难受，自己会好好生活的，而且自己也会把自己照顾好的。福宝总是会在关键时候会给予人一种神奇的安慰，同时往往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才最抚凡人心。这也是为什么福宝一直被中韩2国的粉丝称为是一只会带来幸福的熊猫。福宝走后，现在轮到瑞宝和辉宝治愈爷爷和姨姨们，而相信瑞宝和辉宝也一定会做得很好的。有这么可爱的辉宝天天跟在宋爷爷屁股后面，宋爷爷怎么还会继续碎呢？辉宝正在将碎掉的宋爷爷一点一点重新拼起来，每天有这么可爱的辉宝陪着，要是还沉浸在悲痛中的话，这就有点不给我们辉大王面子了。宋爷爷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宋爷爷现在每天也都在以最饱满的状态回应着姐妹俩，在陪伴姐妹俩当中，让自己一点一点从悲伤中走出来。瑞宝和辉宝轮番上场，姐妹俩轮着哄爷爷，这充实的生活让爷爷根本没有时间悲伤，这样宋爷爷就可以把对福宝的爱转移到瑞宝和辉宝身上了。而对于福宝的离开，不舍归不舍，但2个爷爷一直以来都是以正确的价值观告诫自己，以及用科学的知识对韩国粉丝们做科普。例如江爷爷讲的，因为大熊猫到了4岁左右的年纪，将迎来它们雄生的第一个重要时刻，而对于韩国现有的大熊猫，根本无法满足于福宝这个阶段的需要，所以如果这个时期福宝不回国的话，福宝反而会更加辛苦。而今年福宝对春天的到来就出现了轻微的浮躁情绪，内心的躁动让福宝难以克制自己的行为，而等福宝成年的那天到来，这种情况可能会更严重，而福宝需要忍受更大的痛苦，所以福宝在这个时期回国
等合适的时间让福宝找到另一半，这样对福宝来说才是健康的。所以江爷爷表示，现在这个时期给福宝送回国是正确的。而宋爷爷也为韩国粉丝们讲解过，野生大熊猫从脱离妈妈开始独立觅食，接着到之后的繁育，这每一步都是需要按时去完成的。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事没有按时完成，那对大熊猫来说是不好的。宋爷爷和江爷爷这也是在为韩国人民树立正确保护野生动物的知识。而对于爷爷们而言，伤痛归伤痛，但两个爷爷的大局观从来没有变过，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办法，在现有的时间里去照顾福宝，让福宝去接受回国。